大家好，今天咱们聊個實事啊。前幾天我們看了一個新聞，說台灣在12月4號到7號辦了一個國際醫療科技展。在這個展會上，就很多那種台灣的大領導們都去了嘛。那我看了一個，他發表了一個講話嘛，就說最近呢有一個國際商業雜誌，就是近期對全球110個國家跟地區的醫療制度進行排名。台灣是排第一。醫療制度，對醫療制度，我覺得醫療制度可能都是對，就是本地人，是不是有點就是像醫保这些東西？醫療制度，对，醫保。台灣在未來，它要重點推這個醫療觀光旅行。醫療觀光旅行，對，什麼叫醫療觀光旅行？醫療觀光旅行就很簡單嘛，就是你去這個地兒不是光旅遊去了，就是你還有一部分是醫療的目的，看病。對，但其實它是體檢，相當於把這個。你的旅行跟你的這個醫療體檢是合在一起了，掛鈎了。對，就跟以前很多人不是去日本去體檢，再早以前很多人，比如說去香港體檢，去新加坡體檢。之前有一段去日本，還不光體檢，去日本還有什麼做手術、看病，這些也就是特別流行。对，就我們那個萬豪的那個朋友，就他12月初就去台灣去體檢去了。哦，是嗎？對，然後他問我，他說你們做過體檢嗎？我說我們也沒做過。我說只是做了個手術。他說你們對體檢了解嗎？我說我們也不太熟悉。我說你要去台灣體檢嗎？他說對。他說美國體檢太不認真了，太不當回事了。你看美國體檢吧，就什麼就是抽管血，幾個那個尿。就他該查的其實都不查，就查個最基本的，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用。但他也是查呀，就是他也給你打那個報告，也是好幾十項。其實就是什麼膽固醇。對。你如果要查甲狀腺和尿酸，你還得是不是另外再加？對。它主要就是什麼血壓、血糖這些東西。對，其實我覺得真正的就是體檢是應該真的把你全身的每一個零件都檢查一遍。比如說，包括你要做一些，拍片子呀，比如說透視啊、CT 啊什麼這些，就是這個叫醫療體檢嘛。歐美國家的人，為什麼他去放棄？就是說，我在美國其實都是免費的嘛，我不願意在美國去體檢，我不願意在美國去看病，我情願去一個第三個地方，比如說我去日本，比如說我去台灣，我去看病，我去體檢。就是鼓勵你來玩，順便體個檢。對，因為你如果說你都已經病了，病得很重了，那你就不是去旅遊去了，那你就是去治病去了嘛，那是2個概念嘛。我在觀光的同時，我能夠說，哎，我在給整個身體做一個健康檢查，一個比較全面的、對，權威的。比如說每年年初，或者說每年，比如春節，那我就去台灣去觀光的同時，那我因為1年人做一個體檢就夠了嘛。那我去做一個整個的全身的健康檢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還回到說美國體檢，那1月份你要打電話約醫生，約家庭醫生，你可能約在1個月以後的時間。對。那家庭醫生給你開這個單子，去體檢中心，相當於專門的一個部門嘛，你去什麼抽血啊，什麼這些東西，你等到你拿到他給你郵件發報告，差不多這已經是前後2個多月時間了。然後，那我拿到報告以後，我要再跟醫生約，讓醫生給我講這個報告。我覺得美國體檢可能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他會給你一個，比如說這些數據，左邊是你的正常，就是你的數據都這樣，全世界都這樣。右邊是你的，就是正常的數據是多少？都會這樣。那如果你的體檢報告，比如說什麼都正常，你就不用再約醫生了。但如果比如說你某一項可能是比較高，或者是怎麼樣，那你再約醫生。你又要約到1個月以後，前後就3個多月沒了，就一個體檢啊，你就3、4個月時間就沒了，而且你這個體檢項目其實你是最基礎的。對，不排除就是在美國其實是有接受到好的醫療救治醫治的案例哈，肯定是有的。但是因為我之前不是因為有這個乳腺的導管內乳頭狀瘤嘛，所以我經常就會在某書上查，就我查完了以後，它就会有推送嘛。其實是有很多案例，就是在美國檢查，就是確診癌症被耽誤了，
愣是拖到比如說晚期，或者是就是一個不是很容易救治的一個階段，這個事情也是比比皆是。我跟你有朋友觀點，因為你在什麼什麼書上看東西，那都是一個很小眾的一片人群，是啊，是不是？因為他們說的東西，他们不能代表美国。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跟你讲，其实全世界美国的医療水平是最高的，是全世界最棒的、最第一的。是医療水平是最棒的，但是医生的经驗对并不是最棒的。对，但是日本，比如说它的医療服務是全世界公認第一的。是不是？是。但我觉得你不能否認美国的醫療水平。我沒有否認醫療水平，但是你的醫生的經驗的確就是沒有那麼豐富。我覺得也不一定，就是你不能片面的，就是你真的就總是看一小撮人去天天說這個說那個，你真的不能片面的去評價這個事情。那你比如說台灣現在醫療水平，它也現在接近全世界的排前幾名了，是不是？就是說台灣的醫生在同一個病例下和美國醫生在同一個病人面前，是不是台灣的醫生甚至大陸的醫生就是比美國的醫生要經驗豐富？你先不說台灣，大陸國內那麼多病例，每天醫生可能要看上百個病人，那他的經驗是不是就是比美國這邊約半天約好幾個月才看到的這個醫生的經驗要豐富？你就先不說人了，這狗壯壯之前前庭失調，從踏進醫院的那一剎那，我就跟他說症狀是前庭失調，因為我有一個國內的獸醫朋友，他一看照片，他一看壯壯的視頻，就說這是前庭失調，趕緊去治，要不然會引發腦炎。我從踏進那個急診的那一剎那，我就跟他說他是前庭失調，你往這個方向查。哎，急診給我查了這個，查了那個，查了那個，好久以後才給我確診。這還是個狗啊，這還是個狗啊，那人也一樣的道理啊。日本也有觀光醫療，但是日本很貴。你去日本做個體檢，你去日本住個醫院非常貴。你其實跟美國是差不多的。然後你去台灣，因為台灣很便宜。然後台灣的本身你就要去那兒，比如台灣去觀光去旅行。那我如果再做一個醫療體檢，那我當然是願意高興的事情了，儘管我是在台灣自費。這個事情會不會影響到台灣人本地看病的一個效率？有限的醫療資源會不會分散到其他的遊客身上？因為之前我分享我做手術這個事情，我是想讓大家知道，我在台灣做了一個就是很滿意的這個過程，這個整個手術的過程非常滿意，非常的快。但是有朋友就會提出異議，就是說你來台灣幹什麼？你去做這個，你本來我們的醫療就已經非常繁忙了，你還來？你不是增加我們醫護人員的壓力嗎？那如果他要推崇這個醫療觀光的話，會不會造成這個問題？醫療觀光我體驗非常好，做了一個非常全面的體檢，又便宜又快。那我是不是我的心底裡我就想說，哎，將來有病的話，我想要來台灣來治，二次回來做這個更深入的醫療的話，會不會造成這個醫療系統、醫療體系的整個的一個壓力？醫療觀光，首先它的重點還是在觀光，就不是說讓你以醫療為主要的，是觀光，觀光附帶醫療。也就是說，因為你觀光可能包括我來吃景點，我來這個比如說去什麼阿里山，去澎湖啊，去什麼蘭嶼啊，去這種海島、離島去玩。那我同時在我觀光裡邊，包括我這麼多項目的同時，我現在多了一個醫療的一個選項，對，我可以順便來體個檢。對，就相當於給你的所有的旅行的選項裡邊多了一個選項。它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啊，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便捷、很順帶手就把身體檢查了。因為你知道一個地方，旅遊是它的一個收入的一個主要項目。你如果說我旅行的同時，我推這個醫療觀光，我相當於我現在可能來觀光的人，比如說我有，咱們就打個比方啊，比如說有這個100個人，我現在來這個單純的觀光，但我可能因為我推出了醫療觀光，我可能会來我這兒觀光的人變成了130個人、150個人。好，那我是不是增加了50個人？所以這個醫療觀光的最終目的是推崇觀光，
是对，歡迎大家來觀光。其實還是體檢，我覺得還是體檢，因為現在很多地方都是，你像日本最早就是體檢最有名啊。就像你說的，如果你真的去，我就是目的来做個手術了，那就不叫觀光了，那就是叫就醫來了。而且你真的做一個大手術，你可能不一定在台灣做，因為你畢竟你在這兒沒有任何的这個醫療保障，你沒有這個醫療體系的這個報銷體系。像美國的保險公司，它是有海外醫療保險的，就包括，但是海外醫療保險呢，它可能有你可以包括門診，你可以包括住院，你都可以包括，但是這個費用很貴很貴。這一年你在海外待的時間跟美國待的時間這個比例是多少？我說那可能是在美國可能待9個月或者待8個月，在海外待4個月。他說那你就別買。他說如果說你在海外工作，那你比如說你在海外可能待10個月，你在美國待2個月，那你買一個整個的全球的海外保險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如果咱們2個人，你只要買一份海外保險，就是1個月是要最少增加，就如果带门診的啊，要差不多1500美元。其實對咱們來講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對，我既然富貴說到這個保險哈，我們就聊聊這個美國的這個保險，漲價漲到離譜。我記得10年以前，咱們倆當時買的還是一個很好的計劃，當時是 PPO 還是银計劃的 PPO。銀計劃的 PPO 好像是就是你醫院基本上可以就是都能用，对，随便選，但是什麼 HMO 還是什麼其他什麼 O， 就是它是有 limit， 就是它會有限制，就不是所有的醫生所有醫院你都能選。當時我們還選了一個就是等級很高的，我是400出頭，你是400快500。1個月啊，記得有一陣你好像還買一個金計劃呢。對，你有一段時間好像買了個金計劃。我有段時間買了個就是最貴的一個計劃，但是那時候的價格我們也沒有超過1000，就我們2個人也沒有超過1000美元。然後現在我們的这個計劃等級越來越低，因為我們發現我們不需要就是買那麼好的計劃。第一，我們也不看病，也沒有什麼病；第二，就是1年也就是做個體檢。你800塊錢體檢和1000塊錢體檢，你1500塊錢你都是就做那一個免費同樣項目的體檢。對，然後所以我偶爾看一次小病啊，偶爾看一次小病，然後小的不能再小的病。对，你該付的門診費，該付的什麼費還都得付。沒有，我就跟你講，這個是咱們這個。就是我前2天不是去那個保險經紀那兒嗎？對，因為現在年底了嘛，年底了就每年的年底要買第2年的，要開始就是決定第2年的這個醫療保險的計劃了。就所以他前幾天就去了我們的那個保險經紀。醫療保險，他現在就給我比了2個，一個是同計劃，但都是 HMO 啊，就一個同計劃，一個銀計劃。同計劃就是最低檔啊，沒有比同再低的啊，沒有比同再低的，鐵的沒有，沒有鐵，也沒有鋁。他現在是這樣，就是說，因為美國的保險是跟報稅走的嘛，如果你家庭報稅3萬美元以下，你以前是不用付錢的，就是全部是政府給你補貼，政府給你補多少錢呢？政府1個月給你補1100美元，然後比如說今年你如果3萬美元，你自己每個月你要付47塊2毛4，這是咱們2個人一共的，但是這是3萬美元報稅啊，換句話說。你到年底夸一報稅了，第2年3月一報稅，然後你的稅比這個錢多，你只要超過7萬，家庭收入只要超過7萬美元，你知道我們要交多少錢？就是說我們光這個同計劃，我們現在1個月不是交47塊錢嗎？47塊錢，那你12個月就差不多是，就是600塊錢吧，不到600塊錢，然後1個月我們要補回1100美元，加上你現在交這個600，也就是差不多13000美元1年。這還是同計劃啊，銀計劃是什麼呢？是它比同計劃每個月多264塊錢，也就是說我們12個月差不多也就是，咱們算大概啊，因為我也沒具體算多少錢，可能就是3000多美元。那保險經紀就直接問我說，你就看你1年你要看多少次病，你要幹什麼？如果你長期吃藥，總去醫院，那你一定買银計劃合適，因為银計劃裡邊很多藥什麼的，基本上你都不怎麼用付錢了，包括你掛號都是很低的錢。然後呢，那我說我們就是體檢看一次小毛病，他說那你就根本不要買银計劃。說到小毛病，富貴前幾天眼睛不舒服，覺得裡邊眼睛有東西，然後呢就約的眼科，那眼科還不收咱們的保險，還是自費的，幾百塊錢還是自己付的。所以你這個保險的意義是什麼？這個保險就跟賭博似的。以小博大，
就是什麼呢？就是你萬一你出了一次车禍是你自己的責任，万一你有一个什麼自己的病，你重大疾病住院了，那你的医療費，如果你沒有保險，那你的醫療費可能就是真的是幾十萬美元、上百萬美元。你所謂說你能夠去海外看病，那是因為你是慢性病，你可以去海外治療做手術。但是如果你是真的疾病的話，你沒有保險，你肯定是不行的。首先我問你，在美國沒有保險，不買醫療保險，你不說這個有這個突發狀況，不是違法的吧？是可以的吧？那加州不行，內華達可以，加州是必須要買保險。加州必須要買保險嗎？對，加州必須要買。為什麼？誰會去查呢？不是，它就是規定，你報稅的時候你沒有保險就不行，罰你錢。每個州跟每個州不一樣，內華達不要求你一定買保險。我們現在如果買這個同計劃，你知道，如果我們真的是住院，比如說你就是做個 CT，你要把這個8700多塊錢的自付額，你自己先付了，你付了以後，比如說你再做個 CT， 你去住1天院，然後比如說你花了2萬美元，你自己要把那8700先付了，然後剩下那保險公司再管你的13000。但是說實在話，你沒有住院這種大病緊急情況，你很少能花到8000多塊錢。對，但是銀計劃呢，其實就不用，你就不用先付這個8000多塊錢，保險已經就跟你共同來承擔了，你知道吧？其實我跟你講，怎麼算來算去，其實保險公司永遠是你算不過他的，而且這個保險是每年它在20%到30%的速度在漲錢。為什麼說這個台灣醫療觀光我覺得特別好，是什麼呢？就是像你復診啊，比如說你要拍片子，你知道在美國你要拍片子要家庭醫生要出單子，然後你能不能拍，而這個片子保險公司還到底能承擔多少錢，就很複雜的一個事情。其實你到台灣拍個片子又快，1800塊錢的事兒這事兒就幹了，1800台幣的事兒，對，這事兒就幹了。你現在花着這麼一個錢，然後呢，你是在買了一個你真的遇到大事情的時候，緊急的事情，哎，就像你就跟你房子買保險，不就是因為你房子除非着火了，但是你着火這個概率可能真的你10年20年你都不一定有，但是你得有這個保險，那萬一你沒保險的時候着火了，那你不就什麼都沒有了嗎？醫療觀光，那你比如說每年你都要做體檢，那你為什麼要每年總去同一個地方？現代人的旅遊休假模式跟以前是不一樣的，以前叫旅遊就是說我所有去的地方都是去那個我沒有去過的地方，我從來不去重複的地方，都是我這兒沒去過，那我今年去這兒，那兒沒去過，我今年去這兒。那為什麼我說現代人的旅行方式其實更像度假的一種模式？為什麼現代人改變了？可能這一年我拿出真正的我去度假去旅行的時間可能只有2個月，我10個月可能要工作，那我為什麼總是去重複的地方？那有的人可能喜歡日本，他就不停地去日本。你像美國人可能喜歡去巴哈馬，或者去什麼多米尼加，他可能每年這2個月假期，他都去同一個地兒，變成一個度假的方式，就是一個休息的方式。我現在就有一種感覺，就是當我們如果想去一個沒有去過的地方，首先我就覺得滿腦子就是很累，住哪個酒店，我要去哪兒玩，我要吃什麼，你會很累，因為你什麼都不知道，兩眼一摸黑，不會去要享受這個度假，享受這個旅行。對，就是一個陌生的地方，就是你一個地方從不認識到你認識，到你熟悉，到你喜歡，對，這真的不是去一次就能夠可以實現的，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就像我們現在為什麼特別喜歡溫哥華，因為我們溫哥華去了等於加起來第3次了吧，其實你一次比一次感覺好，是因為你對這個地方越來越熟悉，你越來越讀懂這個地方，所以你就會越來越喜歡這個地方。那我們比如說我們一次又一次去台灣，也是這個道理，因為你是靠了很多次的時間你才讀懂這個地方了。因為你既然能重複去那個地方，就說明你喜歡，你才會去重複去一個地方。所以我是覺得其實很多人覺得說，醫療觀光你總是為了醫療去一個地方，你完全可以啊。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真的醫療觀光的它的魅力所在是在這兒呢。其實對於台灣來講，他要推崇這個，就從他政府層面推崇這個醫療觀光，他完全是從他的這個旅遊的目的出發點而言的，就是我要增加我的旅遊人口，我要增加我的旅遊收入嘛。你別忘了一點，就是你來台灣去
不管是看病還是体检，你所承担的是国际医疗费，因为这个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推这个医療觀光的。你說你印度，你說你推個醫療觀光，你去嗎？今天聊着醫療觀光，我也把我的雪梨川貝喝了，這也是有醫療作用的，潤肺。評論區大家也可以討論一下，不管是是不是台灣人，或者是在美國生活的人，如果說想要去旅行的話，會不會想要順便做個體檢？會不會對台灣本地的民眾造成一些醫療的壓力？你說台灣人會喜歡這個嗎？台灣本地人嗎？會嗎？就問大家嘛，我也不知道呀。是不是？反正富貴，我覺得他很喜歡。因為我覺得台灣本地人肯定有喜歡的，有支持的，有反對的。我覺得如果只是體檢的話，我覺得還 OK 了。這個人一旦體檢了，因為不是每個人體檢都是100%沒毛病啊。就是你一般人體檢都會多多少少的會有一點這個毛病。但是當既然你都選擇去台灣去做這個體檢了，那比如說你體檢完了，你多多少少的檢查出一點毛病，那我是不是想，那我就事就在台灣把這個病看了？所以他多少他一定會帶來一些人流。對，真的不可能說你1000個人做體檢的話全是100%好，不可能啊。就是你知道台灣醫療讓你覺得看病是個很簡單的事情。對，直接說我這個眼睛，你說我這個眼睛拿各種儀器測完了跟我說，我告訴你一個特別好的消息。我以為什麼好消息？他說你眼睛裡沒有別的東西，就是眼睛腫了，就有點腫，所以他覺得磨，然後給他開那個眼藥水，開了4瓶眼藥水，有2瓶是在櫃台，就是在那個貨架上買的，然後有2瓶是處方。然後他說你就點就行了，你點個1個禮拜2個禮拜，有其中有2個眼藥水不要點超過2個禮拜，然後你要2個禮拜還沒好的話，你回來找我。然後我們這不就去溫哥華了嘛，然後他這不就正好點了2個禮拜嘛，還沒好。那眼藥水都點完了。眼藥水4個眼藥水都點完了，一天就光剩點眼藥水了，然後還沒好，還越來越嚴重了。然後打電話給醫生，醫生說沒關係，你再去買4瓶。我覺得點了有1個多月。1個半月好了嗎？好了，我跟你講，這個事兒擱在台灣，你可能去這個藥局，藥局不都有那個給你配藥那個醫生吧？你跟他一說毛病，他給你配2瓶眼藥水，你可能點1個禮拜就真的好了。在美國看病啊，就是咱們不說這個就是福利這部分啊，你包括加拿大現在醫療其實也都快崩潰了嘛。現在很多人說加拿大醫療，對，我們上次對比過美國和加拿大的這個醫療保險，我們雖然說這個加拿大是免費的，但是北美不管是加拿大還是美國，這個醫療系統都是處於一個崩潰邊緣的，小病靠扛，然後大病靠命硬，因為你得等，你得排位，你得什麼，你要是有個小病，你看看也就罷了，尤其在溫哥華，你有個小病小災的，你還是免費的，這個我覺得還挺爽的，也不花錢，就是按個摩呀，什麼弄個小病啊，小藥啊什麼的無所謂，但你一旦有大病，這就是個問題。不是，咱們就說一個啊，就這個時間上的事兒。你什麼時候說我約下午3點約的醫生，你保證都4點半出來。就是你看上這個醫生的時候，你3點鐘是可能你進這個門，然後進這個門各種就是什麼給你量身高啊、量體重啊、測血壓呀，然後先是那個小助理問你一圈，這個時候可能就3點半了，然後你就坐在那個屋裡等醫生，等到可能都3點快4點了。就是它會有一個很耗時的一個時間。對。但是你記得我們上次你在台灣是看你那個，我印象中你好像是排了多少號，然後當時說是你差不多11點鐘，就它是不是按時間的，它是按照你多少號的。但當時陳姐跟我說你這個號差不多11點得差不多到，就是他們的經驗啊，就是老看病的經驗到11點，結果你記不記得咱們10點鐘就看完了？咱們去的早，咱們10點鐘就看完了。因為我覺得他裡邊那個助理吧，他起到了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作用。對，因為他在我看之前，輪到我之前，他就提前讓我先去拍片子。對，這樣就省去了我要看醫生，再去拍片子，再去看醫生的這個過程。對，你還沒有看醫生，我還沒有看醫生，他先問你的這個症狀。對，然後他說那我先給你開單子，你去這兒去拍片子吧。對，拍完片子，拍片那直接就把那個電腦就傳到那個醫生那兒去了。
然後等於你真正的看醫生的时候，你的片子已经在医生的眼前了。对，复查加这个新的这个膝盖的事儿，不到2小时就全看完了。当时我的印象特深刻，我就觉得是那个医生的那个助理，我觉得起了大作用。对，因为医疗制度这个东西它是对本地人的嘛，就像你的福利，对，但是它的医疗程序是非常科学化的。对，我觉得这个医疗程序也是，就是能加快很多速度。你美国毕竟，因为你家庭诊所你没有这些检查的设备，比如你要拍个片子，拍个 CT 什么的，你都要去专门的拍片的地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一个整个的医疗的一个体系的问题。你说美国为什么就不能有那种大医院呢？医院就是急诊嘛，我觉得欧美国家都是这样，就是你医院它就是急诊，急诊它就肯定所有设備都有嘛。你就在國內看個病也是，就是你就在那一個醫院，你什麼科都有。你雖然人多，但是我就在那兒排，我提前預約，我就算人多，我今天一定能看上。其實美國這個醫療保險是有漏洞的。為什麼？因為是保險經紀跟我講的。你開始買保險的時候，你相當於我們買2026年的保險的時候，他算的是你2025年的收入嘛。一般人買保險的時候都會說，我就先買一個最基礎的，就政府先給我補貼這個錢。然後政府給你補貼完錢以後，你到年底你會再把這些報稅的時候，你再把這個保險錢給補回來。但是它有一部分，比如說你買銀計劃，政府給你補貼的那部分錢，保險公司好像是追不回來的。這保險經紀給我講的啊，因為他追不回來這些錢，他只能是政府把那個政府給你補貼那部分錢追回來了，但是保險公司給你承擔的這部分錢是追不回來的，所以他只能靠每年漲保費。我現在都不敢想，你再過10年，你不知道一個月保費得多少錢了，我估計3000塊錢了一個月得。行吧，就這樣吧，祝大家身體健康，拜拜。